Hello， 各位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芙琳。许多刚开始学钩针的朋友，拿到钩织书时，是否会觉得像天书一样呢？今天我们就来一步一步拆解如何看懂钩织书。当我们翻开一本钩织书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作品照片，这些照片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作品的魅力，同时也是吸引我们购买它的原因。我们先浏览所有的作品照片，将心动的作品标记起来，先确认这个作品的用途，根据它的难易程度以及自己的时间来决定是否钩织它。新手朋友建议从小作品开始，像是杯垫、花朵或法式，这些作品用到的针法不多，完成时间短，比较容易成功。等到我们慢慢熟悉图解，掌握更多针法技巧之后，再循序渐进挑战复杂的作品，比如帽子、包包、复杂零部件的玩偶、衣服或毯子。当你选定一项作品之后，我们按照作品标示的制作方法页数，翻到图解的页面。翻到图解页面后，我们会看到几个部分。首先是这个作品所使用到的线材、色号以及用量和搭配的钩针型号。这个部分是让我们先准备好所需要的材料，接着是成品的完成尺寸，确保成品符合我们的使用需求。而编织密度这个部分表示，如果我们以指定的线材和钩针来钩织的话，在指定的面积内应达到多少行数以及针数。在作品开始钩织之前，我们可以用所准备的线材和钩针型号来钩织一片样本。编织密度如果和要求不同，这时我们可以判断是否调整我们所使用的线材、钩针型号，或者是你钩织时的手劲，以此来判断作品大小是否符合基准。接着是编织要点，如果有特殊的针法或者是其他技法，会在这里解释。接着是它的主体结构，这里会简单描述作品是怎么组成的，是环形编织或者是往返钩织，是拼接还是一次成型，或者是哪些部分需要缝合。结构的说明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品的全貌。接着就是作品钩织的核心，符号图解，会用符号来排列出针法。首先我们要找到图解的钩织起点，这里会涉及到起针的方式，一种是环形起针，通常以环这个字再加一个圈来表示这里是起针的位置。另一种方式则是锁边起针，往往会在书上直接指出哪里是钩织的起点，或者是以空心的三角形来表示，这里接着的通常都是连续的锁针符号。找到钩织起点之后，环形起针的钩织方向为逆时钟，而在往返钩织的方式中，箭头就是钩织的方向。我们按照箭头的指向，依照行数的顺序依序钩织，这些数字指的就是行数或者是圈数。而这些针法符号的操作手法，通常安排在钩织书的最后。如果不明白这个符号代表的是什么，我们就按图索骥，针对符号找到它的操作手法来钩织，它们就如同字典一样。而看懂符号图解的另一个关键是找出花样的规律。我们可以试着找出图解的规律，这样就能把看似复杂的图解拆解成一个一个重复的单元，按照它所安排的针数算好重复的次数钩织即可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借由记号扣来帮助自己确认一个循环的段落。而因为版面有限，图解也会出现像这样的波浪符号来省略重复的部分。而刚刚提到的空心三角形，在部分钩织书它指的是开始钩织的位置，同时它指的也是重新起线。而实心的三角形指的是钩织的结束点，也就是断线。最后我们按图解完成作品所需要的部件，再回过头来看结构图，将部件按照指示进行拼接或者是缝合来完成作品。因此看图解时，先找到起点，确认方向，抓出花样的规律，数好针数与间隔，再熟悉符号的操作手法，这样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图解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你在阅读钩织书时更有信心。如果你也有其他的钩织心得，欢迎你在留言处和大家分享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让我们一起在钩针的世界里慢慢编织出属于自己的小宇宙。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